还在等你父王来救你。如今萧南郡都自顾不暇，你这颗棋子，怕是废了。长公主专程而来，难道就是为了说这些风凉话吗？不，本宫就是来告诉你，我可以选择不杀你，但我也可以让你永居楚都，做一辈子之子。我知道你父王给你送信了，你以为他真的想救你啊？这封信表面看似安抚，实则连退路都替你想好。你若是想逃，便是萧南郡早有预谋，抗旨欺君。哦，你知道在萧南郡，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本王有7亿人，有妾3人，生育7个儿子。怎么？生气了？这种无能为力的滋味，不好受吧？长公主，何必步步紧逼，如此咄咄逼人，不就是想听我亲口说说我要回萧南郡吗？但我是不够说的。我喜欢这座小院儿，小巧又精致。那本宫就祝世子永生永世的住在这里，看看你究竟是金鳞带石，还是笼中折翼。阿昭，这次的楚元文会，阿江棋艺不凡，赢了不少学子，给我们女子出尽了风头。阿江的棋道本就该在更大的天地间落子，这些年他潜心钻研，如今终是让世人看清，这纵横19道，原就不该有男女之分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邓太傅一直压着朔漠大战的军功迟迟不宣，这朝堂上议论纷纷。你说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啊？还能有什么主意啊？他想压的只有谢燕来一人罢了。如今魏将军之位空悬，朝中有心之人，谁不是虎视眈眈？你当真觉得他能与你同心？殿下是想让谢燕来去守边郡？云中郡乃大楚边境要塞，而他是父亲和中书亲自选定的人。可他姓谢，邓毅一贯防着谢家长兵，更何况是云中郡这样的要塞。所以，我要在朝堂上撕开这个口子。邓太傅，为何朔漠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？突围鹰嘴谷，重创朔漠王，哪一件不是居首功？且他是楚将军离世之前亲自举荐，乃继任魏将军最优人选。魏将军职责重要，朝廷任命不能指定。若世袭罔替，最适合统领边军的是长公主殿下。可惜长公主不能，自要有人取而代之。再者说了，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，她却擅离职守，按律当斩，何谈封赏？太傅可还记得，若非谢燕来及时察觉萧南郡异动，萧寻的刀此刻已经架在陛下颈间。太傅为何执意苛责谢统领？哪怕殿下要臣死，
臣也必须说：律法如山，不能轻废。谢燕来违抗圣命事实，若不严惩，恐日后效仿者频多，那就乱了朝纲。那太傅以为如何？论罪当诛。为何还不睡？不想睡，闭上眼睛就想到太傅今日在朝堂上发脾气，他说舅舅该杀，可我不想杀舅舅。放心，明日朝堂，姐姐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谁才是该被信任的人。姐姐有办法了。明日你就知道了。睡吧。嗯。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查到线索了吗？是查到了一些魏家村的旧事，不过牵扯深广，还需要更深入的调查。是和你寄回来的火油罐碎片有关吗？你是回高阳查千机燃血野，怎么会扯上魏家村？我在谢家的药库里，并没有找到千机燃血野，不过我却意外地发现，谢三在用一种药吊着一个小孩的命。小孩？阿响。虽然我还没有找到阿响的藏身之地，不过我相信阿响一定还活着。谢三之所以将他藏起来，也定是与当年的那场火灾有关。那火油罐碎片上分明印着萧南郡的商队编号，这火油分明就是出自萧南郡，可现场留下的标记却是仓木寨的，这栽赃的手法未免过于明显了。你是说，有人想借这场大火来逼出我娘？这仓木寨有什么需要大动干戈的秘密？那必定是你娘朔漠女将的身份。如果真的有人想借这把火引朝廷调查仓木寨，你娘的身份必定会暴露，你爹欺君之罪难逃，定会降罪调离。此人必定是朔漠王。这环环相扣的局，如果没有内应，要如何成事？可萧薰当年做的事太干净，我还需要确凿的证据。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？阿昭，此事牵扯深广，和你娘有关，还牵扯到你的身世，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。如果被发现，后患无穷。阿昭，魏家村的事情于你于我都非常重要，我定然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但我会小心探查，不会让谢三有所察觉。阿昭，朝中之事我已经听说了，若你真的要硬抱我，那太傅定会拿擅离职守做文章，兴许会逼你退居后宫。但军功是你应得的。以前只求马革裹尸，一时痛快。
现在只想活得更长，护一人周全。那人是谁啊？谢将军，不妨说清楚。你可会骗我？不会，海潮，月神在上，永远不会。我爹希望你接手边军军权，你可愿意？为了你和将军，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但你要答应我，不能再独自设限，去和邓毅周旋。明日上朝，我自会去争。臣再请推举梁强。不可。长公主屡屡干政，实乃后宫之忌。臣恳请长公主退居公主府，永不再涉朝堂。末将谢燕来，参见陛下，参见长公主殿下。臣愿立军令状，半年内取朔漠王人头，否则军法处置。谢大人，你也同意？燕来既有此志，为兄自然鼎力相助。殿下不可！朔漠若因此举兵，边疆必乱，不能再打了。卧虎之剑，若能取其王首，不正是扬我国威之时？不准了！谢将军即日起镇守云中郡，领卫将军印。那谢燕来呢？三公子可曾想过与他并肩而战？殿下这话从何说起呢？随口一问罢了。只是想知道，在三公子眼中是如何看待这个弟弟的。正如殿下所言，他是我的弟弟，我岂能害他？而且九弟自小在我身边长大，他的秉性我最是了解。既然他选择追随长公主，就绝不会生儿心。只不过殿下这一问，是对他有所不信任，还是因为他也姓谢？多谢三公子的茶，我要赶路了。
阿宇还在等你，早点回去吧。虽然三公子这次没能用刀亲手斩杀萧南王，但我相信，日后你定有办法剪其羽翼，断其筋骨。即便萧南王是座山，三公子也能空手将他铲平。没错，我能。殿下且慢。物归原主。劳烦三公子代为掌管了。实在下承蒙信任才对。杜琪，送送殿下。是。公子，长公主这分明就是故意与谢氏作对。她只是在做自己，她不为任何人所用，凡事自然先顾着自己。她与我们谢氏不是一条心，我们与她也不是一条心，我们不过是一样的人罢了。她这次带的人少，不如我们趁此机会。杜琪。丑昭是阿宇依赖的姐姐，她能死在任何人手里，唯独不能死在谢氏之手。明白了。而且，这也不是难不难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好不容易遇见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。怎么舍得？恭迎陛下，长公主殿下。诸位爱卿免礼。谢陛下。本宫离朝多时，今日归来，见诸位大人仍为国事操劳，深感欣慰。长公主殿下，此番平定朔漠之乱，功在社稷，臣等……大人言重了。保家卫国本就是我处事儿女分内之事，只是本宫离京期间，听闻朝中颇多非议。今日，本宫便当着诸位大人的面说清楚，本宫行事只为辅佐陛下，只为大楚江山永固。先帝托孤之时，便知我并非困于深宫之人。以后，本宫不想再听到有关后宫干政的闲言碎语。明日朝会，本宫想听诸位降臣边境、屯田安民之法。诸位大人若觉得殿中沉闷，日后朝会，不妨移步至殿外，到阳光之下议事，或许更醒神些。毕竟，治国如行路，总该看得清前路
才不至于走偏。此番回京实在仓促，边郡贫瘠，今为贝德伯里相赠太傅，实在失礼。长公主客气，殿下平定萧南郡之乱，救回楚氏夫妇，当真是英勇无畏。臣能见到殿下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，已是天大的贺礼。多谢太傅关心。长公主这一去一回，终是不同了。今日殿上那番话，已是敲山震虎。本宫此次能回来，还要多谢太傅相助。这杯茶，聊表谢意。比起谢大人的那盏茶，臣这里的茶呀，怕是寡淡了些。只希望太傅不要怪本宫此举过于冒险。臣也这样认为。若殿下日后再有谋划，不妨先知会臣一声。若这般突然行事，容易生出你我之间的嫌隙。若本宫坦言，太傅可会应允？不会，太傅定会阻拦。这般情形，同样会伤及你我信任。殿下教训的是，这君臣失和呀，皆是臣之过，与君上无干。太傅近日可曾关注萧南郡动向？殿下是想问萧南郡，还是想问萧南郡周边的谢家屯兵？萧南已不足为惧，只是我们只留心萧南郡和朔漠之事，反倒没留意谢家不声不响安插了不少亲信。太傅觉得谢家此番经营，所图为何？这你我心知肚明啊。这棋盘若是倾斜了，总得有人扶正。那殿下的意思是想让臣当这扶正棋盘之人？制衡之道在于弑君，如今谢家势大，不能小觑。邓大人，你一心想做大官，又是为何？与殿下一般无二，想让这世间再无人能掣肘罢了。既然如此，何必计较谁主谁从？太傅与本宫原就是同道中人，要做的也是一样的事，不如我们同心协力。你又来了。是啊，我来恭喜你。恭喜我什么？你同楚唐说的那些话，你决意拉拢的世家，说明你已经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
接下来你该好好想想，什么才是最该舍弃的？舍弃，舍弃谢燕来，选择谢艳芳，你的这条青云之路就会走得更稳，更顺畅。不，你怎么又犯傻了呢？谢燕来哪里好？她武艺再高，能敌得过千军万马吗？能压得住朝堂上的唇枪舌剑吗？阿九，待我真心。真心，在权力面前，真心是最不值钱的。谢艳芳才是谢家真正的掌舵人，拉拢她，比10个谢燕来都有用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要想活得好，你得比他们更狠，更会算计。谢艳芳不是要一个盟友吗？那就给她一个，让她以为真正掌控了你。殊不知，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。姐姐，姐姐，快来陪我玩秋千。嗯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些想我母亲了。其实，我也很想父王和母妃还活着，只要活着就好。哪怕父王还是不陪我玩，哪怕母妃总是对我说教。可人生在世，哪能尽如人意呢？就像我娘亲，我还没有好好和她说过话，还没来得及唤她一声娘亲，她就为了救我，死在战场。我甚至还没有认认真真看过她的样子。姐姐，阿宇以后就是你的亲人了，比所有人都亲，好吗？好。可是阿宇，人生聚散无常，你还是要快些长大才行，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这样，即便有一天姐姐不在你身边了，你也能够做自己的靠山，做这天下人的依靠。我会的，我会像姐姐一样的坚强，我一定会做个好皇帝。